唔知道咧，大家對於第一杯你飲嘅濃縮咖啡印象係啲咩啦？咁但係咧，如果問我自己嘅話咧，我諗可以好老實咁講，我會答你係 Starbucks 或者係 Pacific Coffee，因為喺學生時期咧，佢哋已經一直喺我身邊圍繞緊。大約10年前啦，當時咧咖啡文化冇而家咁興盛，大家咧對於佢嘅印象就係只要一杯咖啡喺手，即刻咧你就會成為中環返工嘅專業人士。當年我仲記得啱啱開始咧興起 capsule 呢個概念。如果咧想喺屋企飲一杯好似 coffee shop 嘅濃縮咖啡，講緊啲機器超貴嗱，已經未講配套喎。我諗咧嗰時只可以去 coffee shop 啦或者 cafe。當時咧我點認為之好飲呢？就係機器越大代表越好飲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以前咧同我一樣諗法，有嘅歡迎下邊留言同大家一齊分享。不過如果大家睇片睇到呢度，大家都應該知道10年後今日嘅咖啡文化似乎有一個翻天地覆嘅變化。大家好，歡迎嚟到 Coffee Stage， 我係 Fiona。每個月咧我都會喺度 share 一啲唔同嘅咖啡日常。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歡迎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ave， 等我知道咧原來我認識嘅啡友咧比我想象中更加多。其實今日最主要想同大家分享嘅係點樣咧可以喺屋企整一杯好飲嘅濃縮咖啡。嗱，主要原因咧呢幾年唔知係咪世界各地嘅 cafe 或者 coffee shop 越開越多，市場上咧開始出現咗好多嘅家用半自動咖啡機啦。所以原本咧可能有飲開奶啡啦或者濃縮咖啡嘅朋友咧，咦見到個價錢 OK 之後咧買咗翻屋企，但係咧當第一次嘗試整濃縮咖啡嘅時候咧，咦明明我跟住條教學片做嘅，我都跟晒說明書，但點解整嚟整去咧都整唔到呢？之後咧我就會收到好多唔同嘅求助故事。今日呢條片都希望咧可以幫輕我日常解答唔同嘅啡友負擔啦。嗱，希望大家聽完之後有一個基本嘅認知，點樣咧製作一杯好飲嘅濃縮咖啡。嗱，不過咧喺進入主題之前，我都同可能啱啱撳咗入嚟嘅朋友，或者咧本身冇接觸咖啡嘅朋友，輕輕講一講乜嘢係濃縮咖啡。咁其實咧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咖啡沖煮方法啦，但係咧市場上最流行應該就係手沖咖啡同濃縮咖啡。其實咧成日我會形容做手沖咖啡咧係飲豆本身嗰種比較舒服啦，比較輕柔啦，比較係飲原汁原味嘅一種風格嚟。而濃縮咖啡咧就係透過機器去施加壓力咧，將豆入邊嘅所有營養啦、所有成分咧一次過逼出嚟。咁所以咧多數飲落去咧，咁我會覺得咧個味道係非常之濃郁啦。坊間上咧有啲人咧可能未必受到 espresso， 都會加一啲奶落去啦。咁呢啲咧就係我哋俗稱嘅奶啡。譬如我哋平常去 coffee shop 飲嘅 latte 啦，或者 cappuccino 都係由濃縮咖啡加奶泡製作出嚟嘅。而最常見 coffee shop 見到嘅咖啡機咧，多數都係半自動咖啡機。咁因為咧佢可控嘅變數比較多啦，沖煮樂趣咧都更加大，但係咧其實技術門檻都比較高，咁所以有時候咧就算我哋去 coffee shop 或者係見到同一個咖啡師出嚟杯啡嘅質素啦，都可能因應咖啡師當日狀態咧而有少少分別嘅。本身就算有好靚嘅咖啡豆，亦都有一部好嘅咖啡機，但可能咧部分嗰下衰咗，所以咧出嚟杯啡咧有時我都會見到可能滴滴仔啦，亦都有可能會係水蛇春咁直落。咁呢兩者咧都係會嚴重影響萃取嘅。咁所以咧今日主要其實我想講部分嗰一下，因為我覺得做好呢一點咧，其實整體你嘅萃取咖啡個效率咧都會大大提升。嗱，前言咧就講到呢度差唔多啦，俾我沖杯濃縮咖啡飲一飲先。嗱，順便咧大家都係睇一睇我平時沖一杯濃縮咖啡會係點樣做。睇完條片啦，如果問我意見嘅話咧，我認為點樣先可以沖煮到一杯好飲嘅濃縮咖啡呢？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個重點就係，除咗好飲嘅咖啡豆之外咧，最重要就係成個部分工具都可以令到成個萃取 espresso 嘅流程用出嚟咧大大提升。嗱，點解我會咁講呢？假設所有機器都一樣，嗱，我哋有同一個咖啡師啦，亦都有一部好好嘅咖啡機啦，亦都咧有一部好靚嘅磨豆機，用嘅咖啡豆都係每日咧由烘焙師新鮮提供嘅咖啡豆。但係問題到啦，正如我頭先講嘅一樣，其實咧所有萃取濃縮咖啡咧事前都要經過一個部分工序，令到咧咖啡粉層入邊嘅密度增加，咁部濃縮咖啡機咧先可以順利萃取到入邊嘅咖啡粉。但問題到啦，每一個人咧其實佢每日個身體狀況都唔同啊。
大家咧去 coffee shop 唔知有冇留意，咖啡師咧咪成日用嗰隻手咧去壓住啲咖啡粉嘅。如果嗰日佢精神啲，隻手壓落去嘅力度可能有充足嘅力咧，咁佢咧都比較輕易咧成功壓到一個粉餅出嚟嘅。咁但係第二日，咦，佢啱啱搬完重嘢喎，隻手咧可能未必夠力，咁變咗咧壓粉嘅力度細咗。之後咧當去到咖啡機咧出 shot 嘅時候啦，咁未變咗有啲啡柱噴出嚟，因為咧個密度唔夠啊嘛，咁所以咧未必可以好成功萃取到每一粒嘅咖啡粉。嗱，唔知聽到呢度咧，大家明唔明？嗱，如果再講落去咧，可能會比較深入少少。呢個話題咧，留翻之後有機會再分享。整體簡單嚟講就係，如果成功壓到一個靚嘅粉餅咧，基本上咧你杯咖啡都10拿9穩㗎啦。亦都係點解大家咧會見到出邊有好多唔同嘅 coffee shop 啦，就算同一個咖啡師整出嚟咧，個分別都有喺度嘅原因。所以好多時咧，譬如我去 coffee shop 咧，叫一杯濃縮咖啡啊，或者係叫啲奶啡嘅時候咧，我都咧好中意企喺部咖啡機後邊咧，睇下個咖啡師咧出 shot 嘅情況 O 唔 OK， 咁咧我就可以預先知道當日杯啡咧好唔好飲啦。嗱，咁所以咧之後落嚟咧，我哋就會以一個目標為進，就係希望可以令到咖啡液入邊嘅萃取咧比較均勻，令到入邊嘅萃取通道咧可以俾部咖啡機咧去均勻萃取每一粒嘅咖啡粉，令到整體嘅溶材率提高。所以啲咁講，就算差極啊，我仍然都喺個合格範圍入邊，至少咧飲落去杯啡唔會覺得難飲。均勻萃取嘅第一步，咁首先咧多數我會準備以下呢3樣嘢啦，就係布粉針、布粉器同埋壓粉器。咁首先咧，我哋講咗布粉針先，平少少咧，想用牙籤去代替都得嘅。不過咧，如果有預算之下咧，其實我強烈建議你一定要買布粉針。佢最主要嘅作用咧，就係打散翻咧咖啡粉結塊嘅形狀，可以咧導致萃取更加均勻。因為磨豆機研磨嗰時咧，其實佢點都會產生啲靜電嘅，呢啲靜電咧就會令到啲咖啡粉咧，你就會咧見到好似一粒粒結塊嘅形狀。咁如果我哋唔壓粉之後直接萃取嘅話咧，其實入邊嘅萃取通道咧可能會一邊密少少啦，另一邊比較疏少少，最尾咧做到萃取唔均勻，又有機會噴啡啦。咁所以咧，其實我認為佢係比較重要嘅。至於呢支布粉針點樣使用嘅話咧，其實俾大家諗簡單，就喺你裝咗咖啡粉嘅粉盤上邊咧，輕輕轉幾圈，睇落咧覺得均勻之下，唔會一岩一忽咧，亦都冇任何結塊嘅咖啡粉出嚟，就 OK 啦。當中市場上梗係有更加貴嘅選擇啦，譬如話 Weber 嘅 Moonraker 啦，或者咧你見到我眼前呢一個咧，好似成個布粉器嘅布粉針咧，其實都會有人用佢嘅。如果問我自己嘅話咧，我諗對佢哋咧，我會有少少保留。因為咧當中未必兼容到每一個萃取入邊嘅深度，咁所以咧導致有時候未必布到一個好靚嘅粉。好啦，當成功用咗布粉針之後咧，我哋就進入下一步，就係用布粉器啦。其實佢最主要嘅作用咧，就係比頭先更加輕鬆可以加入邊嘅咖啡粉啦。但係咧佢又唔係完全壓實嘅喎。呢一啲金屬嘅布粉器入邊咧，多數都有嘅斜角啦。呢啲斜角咧其實會推勻翻咧上面嘅咖啡粉，咁你之後咧就係一邊旋轉啦，一邊咧推勻翻最上層嘅咖啡粉。咁可以咁講就係佢最主要嘅作用就係令到啲鬆散嘅咖啡粉咧均勻地提升翻個密度。因為咧有時你用完布粉針之後啦，你以為咧上面咦好似啱啱好喎，我直接用壓粉器啦。咁但其實咧上面有可能有機會係一高一低，咁所以就係布粉器咧其實輕輕將上邊嘅重力加壓落個咖啡粉度咧，令到之後壓粉嘅工序咧可以做得更加好。而且咧咖啡粉咧亦都冇咁易喺壓粉嗰時咧射出個粉末咯。近年啦，呢一類嘅布粉器咧，其實有一個小升級嘅，就係布粉器入邊咧，佢加咗一個由上至下控制嘅氣壓金屬重量布粉器。咁當我拎起嗰陣啦，入邊嘅氣壓咧就會暫時啜住入邊嘅金屬布粉器。咁之後咧，其實佢會慢慢降落嘅。咁理論上啦，呢個設計咧就會令到入邊咖啡粉咧分佈更加均勻嘅。咁如果咧大家對濃縮咖啡有要求咧，其實我會建議用呢一類嘅重力布粉器啦，或者布粉器。嗱，之後就係最重要啦！大家咧成日喺 coffee shop 咧，未見到個咖啡師咧對住個咖啡粉俾咪壓嚟壓去嘅？咁其實咧就係呢一類嘅壓粉器。嗱，呢種壓粉器咧最大嘅用處就係希望咧將個咖啡粉層咧均勻地加壓啦，令到個密度提高。咁之後咧咖啡機萃取個咖啡粉餅嘅時候咧，咁先可以成功萃取嘅。不過咧，其實呢一類嘅壓粉器咧，以現今嘅市場咧，其實都分咗好多種類。嗱，譬如我眼前呢一個舊少少嘅壓粉器啦，佢入邊係冇彈弓啦，冇輔助啦，你見到成個都係實心嘅。每一個咖啡師或者家用用家咧，只可以透過佢嘅經驗同手感咧，決定佢個壓粉程度到底 O 唔 OK。咁如果係 coffee shop 翻工嘅話咧，你都諗到隻手有幾攰咧？大家諗下喎，日壓夜壓喎。我認為咧呢一類其實某程度上係長時間肌肉勞損導致佢最尾萃咗出嚟個程度唔均勻，所以咧某程度上又可以理解到點解 coffee shop 有時候出品咧佢會有啲參差，因為咧其實你呢啲都係肌肉勞損嚟嘅。
近年市場上咧避免呢一個情況發生啦，或者就係希望可以將個壓粉嘅工序咧做得更加好啦。其實咧近年會除咗多咗電動嘅壓粉器啦，不過講緊好貴，多數咧都係5-6千以上起跳。你初步接觸嗰時咧，其實都真係幾心痛。咁係咪冇一啲平啲嘅替代方案呢？其實係有嘅，譬如市場上啦，多咗呢一類有彈弓嘅壓粉器啦。咁除咗咧用嗰時施加力度咧冇咁大之外啦，多數咧其實透過入邊彈弓嘅機械工程咧，有啲標榜就係話每次我壓粉嘅力量都係一樣嘅。嗱，譬如有啲話我可能每次咧壓落去都有30磅力，呢一類咧導致你自己個肌肉勞損程度可以大幅降低啦，而且技術門檻咧我某程度上都覺得係降低咗嘅。開頭入坑嗰時咧，我都好快買咗一個呢啲有彈弓嘅壓粉器。暫時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係冇後悔嘅。目前咧，我講到最主要呢3件啦。如果問我買邊件嘅話咧，其實我會強烈建議你呢3件都要買，同埋計落去咧都唔係太貴。多數咧，如果以港幣計啦，你可能接近1000或者1000頭咧，你就已經去收集呢3件嘢。如果咧你揀得好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都可以跟你好耐。我自己嗰套咧都差唔多跟咗我幾年。同埋咧，我都想講多少少，譬如話咧舊式呢一類嘅實心壓粉器啦。因為咧有時可能你壓落去咧，你嘅角度唔同啊，有機會咧可能一邊高一邊低，但係肉眼睇唔覺。譬如話我擺咗個分水網落去咧，你就會好輕易見到就係，咦，點解會有啲一高一低嘅感覺呢？咁所以就係，如果譬如話啲強迫症用家啦，好似我自己咁樣啦，我就會比較偏向彈弓呢一類，因為我由上壓落去咧，佢周圍譬如有啲圓邊咧，佢已經同嗰個粉碗咧吸實，咁變咗我壓落去咧，每次嘅水平都係一樣嘅。嗱，咁頭先講到分水網啦，我想講多少少就係，其實每一部咖啡機咧，佢嘅加水流位置都會有啲唔同。可能咧有時候有朋友會買埋分水網啦，或者濾紙，係希望咧可以將個水流咧可以平均加壓落個咖啡粉層啦，或者清潔嗰時可以方便啲。所以就係呢2年咧，其實多咗人咧，譬如話，我買家用咖啡機嗰時，佢會問，有冇分水網㗎？咁如果問我自己嘅話咧，我自己都會建議就係，如果譬如預算有多嘅，都可以買埋分水網。但你問，多咗個分水網係咪都係會好大幅度提升我製作濃縮咖啡嘅技術呢？咁我會覺得咧前3者係比較有用少少嘅。咁所以就係每次用完部機想乾淨少少嘅話咧，咁我都建議可以考慮埋分水網。嗱，以上咧就係今集嘅全部內容啦。希望咧幫到大家玩濃縮咖啡嘅時候咧，可以享受到咖啡嘅樂趣啦。嗱，如果咧中意呢條片嘅話咧，都歡迎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同埋記得 CLSS 訂閱我嘅 channel。如果有啲咩話題想我講嘅話，或者同其他啡友交流咧，都歡迎下邊留言。下次見。